还会继续下跌吗？会下跌到哪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3张多单，我们的入场价位呢在蛮不错的位置。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Solana 在$73，虽然说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不过我认为最夸张的呢当属以太坊了。我们从$2400开仓到最高$4000，不过现在呢已经回落了非常多了，有达到20个百分点，回到了只剩下$3300多。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收益的部分呢有产生相当巨额的回落，尤其是以太坊的部分，我们原本赚了$3万多，那现在呢基本上已经快砍半了，只剩下$18000多，对，流失的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你也对这些收益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下方还有 BigGet， 你只要入金$100交易就可以拿到$20的现金，一样是现金，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盘面。好，那首先呢，我认为周线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要从周线来看呢，我们要搞清楚这波下跌它是什么级别的，会回调到哪，还有呢会回调多久。我相信这3个问题如果能够准确回答，那么这波下跌呢，对于判断准确的我们来说呢，它就会是一个注意。那如果说判断失误的话，那就会产生损失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先从这波下跌的级别开始看起。那一开始呢，或许它只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回调，但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呢，它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回调了。其实日线级别的回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或者说我们在这波上涨，其实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呢，其实都是日线的回调。那周线是还没有发生但我认为我们这一波的回调，它不属于是周线级别的回调。如果说是周线级别的回调的话，那么合约就一定要走了，因为合约呢是扛不太住这种周线级别的回调的。日线的或许都还可以，但周线就真的扛不太住了。那其实现货没什么好说的，就持续拿就可以了，永远都不要动，直到2年之后我们再做打算。对，现货就这样处理就没问题了。那我们来专注的观察一下，其实日线的回调呢，就好比说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现在我认为进行的呢，都是日线级别的回调。那其实过往呢，日线都是大约回调20%左右，但不代表我们这次就是回调20%，是有这种相同的这种级别的概念。那当然，我认为现在是没有让这个日线级别回调扩大的条件的，因为通常我们要形成周线的回调呢，不外乎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它已经产生了足够的震荡的区间了，它有把这波大的回调有一段时间的酝酿，那才会下跌，通常是这样的。那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就开始酝酿了呢？绝对有可能。我们要怎么判断呢？如果说我们在大概1个月之内呢，没有再突破前高的话，那真的很有可能就酝酿成一个周线级别的回调了。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说不需要太多时间的话，那我们就必须看到我们上涨要有衰竭。如果上涨没有出现衰竭的话，那就不会产生这种很大级别的回调。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目前呢日线级别的上涨你可以观察到，其实我们2次上涨呢都在90%左右，第一波98%，那我们第二波上涨呢大约是90%左右，所以你可以发现它是并没有逐渐衰竭的，并没有，现在其实都还是蛮健康的。那唯一的方式就是有震荡，那现在也还看不到，所以我认为就只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而已。那其实我们在裸 K 上面呢，这3根 K 线它所形成的组合呢，它也是一个看空的信号。怎么说它是看空的呢？好，我们来观察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日本蜡烛图技术？当然了，叫法有很多种，像比如说这个晨星在台湾这边比较多叫晨星在大陆就比较多，大陆马来西亚比较多就叫做启明星。那其实叫什么名称没差的，重点是它 K 线出现什么形态那我们现在呢出现的就是夜星就是左边这个可以看到呢一根大阳柱之后，然后再来一根十字星，十字星之后又有一根大阴线下来，那这通常是一个顶部的信号，或者说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顶部的信号，是一个会下跌的信号。那你可以发现这就是我们现在盘面所发生的状况。那你又可以发现呢，它其实右手边有画了一根 K 线，那这根 K 线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把这3根 K 线呢，把它画成一根 K 线的话，它就可以得出右边这根 K 线了。那我相信，或许3根 K 线比较复杂一点，
右边一根 K 线呢就很简单了。如果说我们收出了一根实力部分很短，但上影线却很长的 K 线，那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它肯定就是一根看空的 K 线啊。这种 K 线它也有名称，叫做shooting star 射击之星。好，那我们现在呢它确实出现了看空的信号，不过我认为呢它的级别它就在日线好，那我们再来把这个图表呢再缩小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过往呢，我们第一段上涨的时候呢，我们从25000，然后上涨到49000的这一段呢，大约是382的回调。我们回调是382的，这个没问题。382呢也绝对算是强势的回调了，而且我们并没有蹉跎太多的时间，我们很快就选择向上了。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也理应该如此的。其实我们可以从回调的时间呢来判断我们这一波的强弱。如果说我们回调的时间呢，在1个礼拜到2个礼拜，我认为这边至少都要1个礼拜到2个礼拜，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往上走多头。那如果说要更短的话，很困难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这边是有出现连续的供应的，确实有，而且量能呢也还不小。那如果说要久一点的话，大概是3个礼拜到1个月。那如果说再更久，超过1个月的话，那这波回调呢，真的有可能逐渐就形成周线级别的回调。那这我们就要非常非常注意，非常小心了，因为周线级别的回调是绝对具有很大的杀伤力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一波回调呢，上一波是到382，那其实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是382起跳了，就是382或者说 0.5。那如果说到382的话，其实也是健康的大概就在60500到6万左右的这个区间了。那其实也是现在我们级别稍微有扩大一点点的，我们才能知道说原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回调不然很多人可能这个斐波那契就不是这样拉了。好，那如果说回调到6万的话，我认为也绝对很健康。而且其实各位朋友们，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有回调绝对是健康的，回调是为了更健康的上涨对。那我自己是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的下跌呢，我们就去做空了，对，绝对不可能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呢 ，OK， 我们再来缩小一点点再来缩小一点点，然后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你可以发现我们刚刚的382位呢，大概在6万左右的这个位置它确实也是个支撑，对，它也是个支撑当然我们这边有捅破，对不对？有一点点捅破，但还好了，还在这个范围之内。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下跌的幅度已经有16%了，16%也很严重了。基本上你7倍的杠杆基本上就一定会被全部扫出场7、8倍的杠杆都会被扫出场。那如果说再更往下的话，如果说我们回调到这个382位其实大约就是 20%， 大约就是 20%。那 20% 呢也跟我们前面回调的这个比例是差不多的。那如果说再更深的话就很不妙了。其实如果说要到更深的话，到 0.5 可能要到56000这个位置。那如果能到56000的地方，我就认为它不会只回调到56000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前面呢上涨的时候我们完全是真空的。如果说我们能把6万都给跌破的话，我认为我们有可能真的很快会回到5万就5万。那如果回调到5万的话就很可怕了，那这就会是一个 30% 的回调30%你要想想看3倍的杠杆都会被完全清除掉，那这个就非同小可了。好，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认为比特币呢还是很坚挺的。其实我们这次跌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以太坊还有山寨币。如果你手上比较多的是以太坊跟山寨币的话，你会发现这波下跌你的账户一定损失非常惨重。但如果你拿的比较多的是比特币的话，还好，不至于到这个很严重的地步。那我们昨天呢也是对着上缘做了一次测试才往下跌的，所以其实也是符合技术分析的。那我们需要在一段时间这段回调才会结束。那我相信回调结束之后呢，迎接我们的会是更光明、更有前景的上涨不然我们的上涨就是会逐渐无力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呢在突破前高之后呢，这段上涨它是非常的无力，就是需求已经被耗尽的感觉，然后量能也没有跟上。你可以发现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这波回调之后呢，如果我们又开启了多头，我相信我们就会出现很强势的突破。那这也是我们在突破前高的时候呢需要看到的。那当时是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回调真的只是为了更健康的上涨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就是重灾区了。如果你重仓以太坊，合约重仓、现货重仓，那这次下跌呢就会很痛苦那如果说你要考虑抄底的话，我个人也只会考虑比特币，不会考虑以太坊。现在不是以太坊的时候，以太坊真正走得很强势、真的很狂暴的时候呢，还需要时间。对，
绝对还需要时间的，还不是现在。好，那其实以太坊呢走的比较弱，有很多个方式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比如说它回调呢，已经跌破了382，直接往0.5迈进了，甚至来到了我们前期的针尖。那我自己在操作的时候就不会去考虑它了，因为它真的走的太弱了，我只会考虑比特币，因为我们也只考虑做多嘛。那当然了，如果你有做空的话，以太坊绝对是首选的。如果你单纯是现货的话，拿稳不要动，甚至把账号你把 App 直接删掉，2年之后再拿回来看，这样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上上下下的波动呢，其实只会让你拿现货的这个意志变得更不坚定了，真的是这样。拿现货真的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拿着拿稳就结束了。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们最近频道呢开通了会员功能，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有很多福利。我相信这在我们的分内呢，我们都要把它提供到最好。比如说有图文观点，然后会送你科比托跟 Bybit 的联名上衣，每年呢也至少举办一次的实体聚餐。那如果稍贵一点的会员呢，你就可以有会员影片、会员专属直播，还有 Bybit 的周边套组，有上衣1件跟帽子1顶，然后每半年呢都会有一次的高级实体聚餐，对，去比较好的餐厅啊，然后是我出钱的，对，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好，拜拜。